好，接下来我们要持续来关心到的是，美国现在内部保费暴涨了6倍，被评为说是美国现在穷人都病不起，命都没了。尤其另外来看到，在就业市场方面，110万人被裁员，年轻人现在不断的对川普来做怒吼。我们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3个，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保费现在暴涨，在美国内部达到了6倍，美国人连生病都病不起啊！平价医疗补贴现在喊停，结果川普说他要来持续削减补助，恐怕会有2200万人的保费都会翻倍，甚至好几倍的暴涨。中产阶级跟穷人这一次受害最深。第二件事情，我们要来看到，川普现在砍了药价，掀起的医疗震撼弹，包括了药厂高层吓晕吓晕之后，我们来看到这些，接下来的是全民来做买单吗？因为药价从1350美元砍到了350美元，看似好像是帮民众省钱但是掀起的是健保保费的崩盘。等一下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另外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了这个失业率，110万人的失业，年轻人找不到工作，非常的苦。华尔街日报现在也最新揭露说，70%美国人认为想要美国梦早就已经消失了。美国真的美国梦回不去了吗？不能做了吗？今天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读。好，川普，我们今天要来关心到的是引爆了全美的医疗风暴。这个风暴从保费的补贴，一直到这个保费的暴涨，还有药价崩盘，都让中产阶级跟穷人现在陷入困境当中。尤其今天有一个重点消息，川普他已经正式的宣布了，针对2大巨头的药厂，包括了诺和诺德跟礼来的减肥神药，每月会从1000到1350美元的价格直接腰斩到剩下350美元，药价只剩1/3。药厂高层这位是高登，听到消息当场昏倒。来看一下现场画面。For nearly 150 years, my company, Eli Lilly, has been investing in America. We've been advancing science and creating high-value jobs. But today, are you okay? Gordon, you okay? Yeah. 好，川普的这个政策不只是药厂的高层会昏倒，老百姓恐怕也要昏倒了。刚刚讲了整个健保体系虽然药价好像看起来变低了，但是造成的是健保体系有崩盘的一个现象出现，尤其现在是平价医疗，它的这个补贴到期了，川普坚持要削减。今年呢，我们来看到全美保费平均2200万人都会受到影响，翻倍暴涨。那么平均保费是大涨了114%那么可以看到伊利诺州涨幅78%，某一些郡县涨幅甚至高达超过了450几耶。2个真实的案例，今天要带观众朋友来看到。第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有一对加州的夫妻，他们原本每月呢要付的是350美元的保费，明年竟然变成了2200多美元，换算新台币，每月得花7万多元新台币，只是光缴保费，他们几乎真的是没办法住在美国住下去了，恐怕得放弃美国的健保，搬到其他医疗比较低的国家去居住。另外一件事情是，老人家可就更惨了。64岁的族群每月的医保费用是年轻人的3倍耶。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说，如果你在加州64岁的老人没有补助的话，一年得要缴超过1万美元的保费。杨老师怎么看？平价医疗补贴到期，现在将会对美国老百姓造成多大的冲击？美国人现在连生病的权利都没有了吗？我以前在美国念书的时候真的是经过了一次发高烧，在急诊里面，就是待了2个小时，打了一个大概就是这个盐水针，然后呢吃了2颗退烧药，回到家里面烧退了。结果接到了一个账单之后，我发觉以后我真的不敢生病了，在美国，500块美元。那但是因为有学校的保险。所以呢，我最后付了将近150块到200块之间。那这个是学生保险里面大概涵盖，那个时候我记得很清楚，这个是30年前呢，大概付了每年是300到400块美元之间。所以这一次你看到平价医疗保险呢，它就叫 Obamacare Affordable 这个 Act 所以 Affordable Care Act。那 affordable 就是可以负担平价，
它其实就是针对低收入户，还有部分的自雇这个一些这个营业商，哦，他没有办法去负担过高的这些美国各个不同的保险公司的那种大的 package、大的这个选项，所以呢，他就加入到这个里面，负担的是比较低。你看，刚才你提的2个人的案子，他1个月大概是1万块台币。那可是现在变成7万块台币。对，在台湾如果是2个人的话，大概1个月付不到5000块，所以以美国而言都算是我们的1倍。但你不要忘记哦，在台湾的全民健保是大部分都包含哦，可是它这个 Obamacare 是只有很少数，比如说牙医就没有，比如说很多的通通都没有补助的，那你住院根本没有，所以基本的看感冒而已。讲句实在话，而他要付1万，现在变成7万。为什么呢？共和党他是主张他是认为说这个平价医疗从7年前到现在已经造成严重的政府支出的膨胀，保费补助过于昂贵，医疗环境扭曲，补助推高了保险费用，而且干扰市场价格机制。换言之，也就是医疗机构跟药商就赚不够了啦。对。然后呢，政府要去补助。因为医疗机构，你知道美国的医疗的环境的那种医疗机构跟药商啊，跟医药的这些设备，然后还有整个这个机构，那是非常昂贵的。那所以你要知道，美国在大学毕业的时候才能去念4年，那个是很难考，而且这个学费非常贵，不管你什么公立私立的。他们进入之后，这整个环境给予他们非常多的这些资源。但是，一般的老百姓，就像我们台湾的这种全民健保是做不到，所以你现在像比较多的这个非洲裔或者拉丁美洲裔其实就在这个 Obamacare 里面受到照顾。但对共和党而言，第一个他们不是选民，第二个这个花了好多政府的钱，第三个让他们主要的金主，就刚才倒下来的那个他才需要这个 Obamacare， 倒下来的那些药商跟就是医疗机构，他们赚不够，所以这是一个政治问题，这也是个这个等于是金权分配的问题。但是最倒霉的就是这些在低层的美国的低收入户。所以真的美国的低收入户现在碰到什么问题呢？就这个川普的大而美法案，再加上这次这个政府关门了，他就趁机就开始把它删减，食物券也没了，现在 Obamacare 也没了。我觉得其实他们真的在美国生活非常辛苦。是美国的老百姓现在越来越辛苦之外，刚刚看到这位昏倒的是诺和诺德的这个高层哦，许多的药厂在看到这个现象，他昏倒的事情出来之后，他们就痛批说，那接下来谁敢花很大的钱来研发药呢？因为之后可能会面临到美国政府突然间砍你的药价。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重权式的高额保费会真的压垮这些中产阶级。我们台湾这些全民健保，你要知道，大部分都是你自费的不多，你只要交了挂号费然后拿一些都是政府在帮你补贴，你真正要交的钱没多少。你每次去结账的时候，哟，怎么这么点点啊？对，他其实政府帮你补助2000块，你只交的不到200，都是政府帮你吃掉买的。美国不一样，美国你自付额还很高嘞。刚才杨教授有讲，是这个样。那我认为3个因素，第一个，美国的贫富差距还在扩大。美国50%的人富有的50%拿了美国97.5%，下面的50%只拿了美国所有的财产的2.5%，50%下面一半，怎么去撑啊？他们怎么活得下去呀？根本没有钱。美国是2极化越来越严重，有钱人越有钱，呼风唤雨，那个整个是黄金，穷的人怎么办？所以这个贫富差距会压成他们中产阶级、白领阶级跟蓝领阶级都受影响。第二个，美国储蓄率低，你荷包就是比较薄，你这个忍受度就很差。我虽然穷，但是我储蓄很多，我有钱，我有存钱，我收入少没有关系，但我有存钱。美国现在存续率只有4.6%，在我们讲的2020年它的储蓄率是32%现在的储蓄率是4.6%而已。你这没有钱了嘛？月光族你还要付健保那么大的健保费。健保费完毕之后，你还有自付额，你怎么办？我认为储蓄率让他们的忍受度更差，储蓄率太低。第3个，我认为因为关税战的影响，美国现在有4000万人是领食物券，你看他领个食物券还多少钱去交保费？想一想，因为这些领食物券的，而且现在美国国债
今年上个月破38兆，对，美国就没有钱去补助这些健保了嘛？那你是不是羊毛出在羊身上？政府能够补助的能力已经有限了，因为国债太重了，所以你经过这3个因素，储蓄率低加上贫富差距太大，所以我认为对中产阶级、蓝领阶级跟白领阶级都会受不了。好，刚刚我们看到的是中产阶级、白领、蓝领受到重挫，那另外一方面，包括在就业市场也受到了很严峻的挑战，尤其现在年轻人啊越来越辛苦了。我们要来看到这个是真实的数据，10月份美国的企业裁员人数现在正式统计出来，达到了15.3万人，月增幅竟然高达183%呐，年增幅175%，创下2003年以来最高的纪录。光是今年企业裁员人数已经超过了110万人，是疫情后竟然超过了这个疫情之后是最惨的一年。那年轻人呢？我们看到应届大学的毕业生，他们的失业率6.5%，更是创下了10年的新高。这一位也是真实案例，我们今天都会挑许多的真实案例出来哦。24岁的阿奈斯，大学毕业2年多，他一直不断的在投履历哦，各种工作他都愿意做，市场行销、社群媒体、影视制作等等。但是啊，更不要说有工作机会了，连面试的机会都没有。他现在只能继续打零工，住在父母的房子。那他的父母也感到非常的沮丧哦，说我们对于这件事情感到非常沮丧，似乎已经接近了愤怒的等级。《华尔街日报》最新的民调也出炉了，近70%美国人认为，所谓一直大家在谈的美国梦早就不存在了，或许从未存在过。年轻人现在找不到工作，要付高房租，还要付这个越来越高的保费，就算再努力也翻身不了了吗？厉将军怎么看？我想再讲一下哈，刚刚这个执行长昏倒的事情，大家会不会觉得奇怪？堂堂一个美国大总统就去管减肥药，要减肥药降价哈？会不会你如果说以美国总统来讲，你应该大的政策嘛，你怎么管那个减肥药？对。那我觉得其实后面所代表的含义其实是很深的哈。这个你知道，人的肥胖往往会带来很多的这个所谓的疾病哈，包括心血管的疾病哈、新陈代谢的疾病紧接着而产生。大家还记不记得上次赫格塞斯他国防部长哈召集全球的美国将领回来谈的事情是什么？是叫美军要减肥。如果从这2件事情大家连在一起看，会觉得说是美国真的胖子很多。那如果说美国胖子很多的话，我觉得代表2个含义。第一个就是他们的健保负担会很重。为什么？因为人越胖的话，可能这个后续来讲会有很多的这种身体代谢啊，或者引起的心血管疾病哈，代表美国。第2个来讲的话，代表美国生活不是很愉快啊。你知道，有时候肥胖在美国来讲，肥胖指数跟贫穷指数是成等比例的。因为越穷地方的人，他为了能够满足他的基本的这种热量来讲的话，他会去吃很多的垃圾食物啊。所以美国你去看，他披萨啦，或者是说汉堡啦，包括到这个川普本人都很喜欢吃汉堡。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情来讲的话，代表美国自己除了说有失业问题外，美国人的健康也出了很大问题。那以前所谓的美国梦是指什么？其实不是指老年人，是指年轻人。因为美国是年轻人的天堂，但是大家忘了后面那句话：美国是老年人的坟场。你到美国去你就知道，当然年轻人他们很容易找到工作哈，利润都很好，所以他们都有一个小洋房，有前院有后院，还要每天雇人来割草干什么的，很容易找到工作。但是老了以后，因为小孩都不在身边，他们就会被迫搬到所谓的老人公寓，甚至于到最后进疗养院啊，进养老院。大概美国人的一生都是这样走的。可是现在反过来了，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美国失业率这么高的话，已经不但是老年人的坟场，甚至于你对年轻人来讲，也不见得是天堂了。是，你看现在失业率有多严重？是，我觉得第一个是美国来讲的话，失业率居高不下哈，这个可能跟这最近美国川普关税的政策有关系，然后他很多的企业都已经外移，还有跟他资本主义有关哈，因为他大部分来讲都集中在这个有钱的这个富者越富，贫者会越贫。那第3个当然是受到 AI 近期兴起的影响。AI 确实会取代很多人的工作，甚至于包括医生啦，包括这个包括科学家啦，包括老师，很多工作都会相对的会被取代哈。所以我觉得美国以后来讲的话，是不是还是年轻人的天堂？我觉得就要打上一个问号了。但是我可以确定，美国绝对是老年人的坟场。是，好，谢谢将军。那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
崛起，小国生存。现在与未来，洞悉